当人类移民火星时，电能会是首当其冲的一个需求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氧气、水、食物，还有庇护所里面舒适的温度，都是需要由电能来提供的。那么，如何发电呢？是学目前已经在火星表面运行的几辆火星车那样用太阳能电池板吗？有点困难，因为驱动它们有个100瓦上下就可以了。而即便是以最保守的估算，保证一个人类居住地在火星上面的正常运行所需要的电力，至少也是10千瓦起步啊。它大约就需要10吨左右的太阳能电池板才行，并且还得针对火星的特殊环境做出大量的改造，比如其昏暗的日光和常年刮起来的沙尘暴。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了。既然火星不缺大气，而且还常年刮风，为什么我们就不转化一下思路，把发电的角色让位给风呢？是的在火星上建风力发电站可不可行？我觉得大有可为啊！因为你看看，就在我们身边，风力电机是越建越多，越建越大啊，从而积攒了大量的经验。尤其是我们中国，目前风力电机的装机容量稳居世界第一，全球将近一半的海上风机都是由我们来运营的。所以靠着这些经验呢，我们完全可能在未来的火星能源竞争中呢，实现弯道超车。虽然你 NASA 研发的小型核反应堆 Kilopower 是很厉害，但是你架不住我们把风力电机插满整个火星啊！好，这是玩笑啊。下面我们就来认真的分析一下火星风机的可能性。我们要实现的目标是至少要让火星风机达到地球风机同样的功率。于是这个公式就很重要了。P 等于1/2 Cp 乘以 ρ 乘以 V 的立方乘以 A， 它描述了风力电机的功率同风机硬件和风速、大气密度等等的关系。左边呢是地球，右边是火星，看看要做怎样的改造才能够使两者的 P 值一致啊。首先这个公式里面的 Cp 指的是风力电机的功率系数，它表示风能的转化效率，其理论的最大值是0.59，称之为贝兹极限。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贝兹极限在火星上也是成立的，所以这个公式里面的 Cp 在地球上和火星上呢是没有区别的，咱们就暂时把它给忽略掉啊。那接着看第二个要素 ρ， 大气密度。火星的大气密度大约是地球的1/60，所以如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让火星风机产出跟地球风机同样的电力，我们就需要建设60台这样的风机才行。然后等式的下一项 V 的立方即风速的立方，看到这儿呢，我就会心的一笑啊，因为这一项是成了个立方的，就意味着只要它稍微改变一点点，结果便会大不相同啊。比如，只要火星上面的风速是地球上风速的4倍，咱们就能把刚才增加为60台的风机再次减到1台了，因为4的立方是64，还超过了60，稍微赚了一点点呢。但是我做了一个春秋大梦啊！虽然我们对火星上的实际风速了解的还并不太多，但根据已经收集到的数据去推算，在好一点的地方呢，其平均风速也不过就是在每秒10米左右，跟地球上面的1级风场是差不多的。所以在这一项里面呢，我们还真是捡不到什么便宜啊，比较遗憾。现在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希望了啊 ！A 即风机叶片扫过的面积。如果火星的风速并不比地球的风速快，我们也不想建比地球更多的风机，该怎么办呢？那就在这一项里面做文章嘛，同样也能够以小博大啊。因为圆的面积计算公式是派乘以半径的平方，所以如果想让火星风机达到地球风机的功率呢，我们只需要将它的叶片长度做成后者的8倍就可以了。目前地球上的风机叶片最长呢已经超过100米了，那么火星上它就需要长800米。哇哦，看来在火星上壮观是个常态啊，就像其最高峰奥林帕斯山能够覆盖几个地球的珠穆朗玛峰一样啊。但是800米长还是一片叶片，真的能够实现吗？考虑到火星上更小的重力，这似乎也并不是那么疯狂的想法了。再说了，100米叶片，那在地球上呢，已经是个超10兆瓦级别的风力电机了。在咱们火星移民的初期呢，根本是没有这个必要的嘛。咱们就按照10千瓦来算。在地球上10千瓦风机的叶片只需要3.5米长就行了，整体看上去呢非常的小，所以重量也就很轻了，加起来也就大约500公斤而已。但到了火星上，翻上8倍之后，其叶片长度已经来到了28米，材料使用的更多，重量自然也就上去了。如果用更轻的碳纤维，而不是地球上常用的玻璃纤维的话，它的整体重量大约会是在2到3吨，所以也还好吧。好了，最后你觉得火星风力电站这个项目靠谱吗？如果真要去投资建设的话，还有哪些是必须要考虑进去的因素呢？留言来告诉我啊。
1000年以后，如果有一帮考古学家到中东去挖掘的话，你猜他们会挖到什么？挖到崭新的米格25和苏25战斗机。只要稍微一处理呢，这些出土的文物就能够重新上天了。为什么？因为在1000多年前的2003年，美军就已经帮他们验证过了。2003年，美军在伊拉克巴格达附近的塔卡杜姆空军基地旁的沙漠中呢，就发现了一些米格25战斗机和苏25战斗轰炸机。这些飞机的机翼被拆除，完全被沙子覆盖。尽管显然已经在沙漠当中待了一段时间但这些飞机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只需要进行最低限度的维护即可重新服役了。当然，他们没有再次服役而是在被联军发现之后呢，拖到一架 C5货机的货舱当中，运回美国去了。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沙漠里面会埋着战斗机呢？这个呢就要扯到一点历史了。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空军在联军对其发动大规模行动开始之前呢，将他们大部分的飞机都转移到了伊朗。这个行动属实非常诡异因为伊朗可是伊拉克的传统宿敌给自己的敌人送上自己的战机，这是什么鬼搞得美国都懵了。但伊拉克打的是什么主意呢？他们知道由于其空军主要是由老旧的苏联飞机组建而成的，在面对拥有更加先进的飞机和更加训练有素的飞行员的美国及其盟友时，是根本没有胜算的。与其送上战场送死，还不如暂时送给敌人的敌人帮忙保管一下。可以说这个计划非常成功除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伊朗在战争结束后呢，没有全部归还伊拉克的飞机了。这就是伊拉克面临的一个困境嘛。当他在10年以后再次面临联军时，该怎么处理自己的飞机呢？如果要去跟美军硬扛，伊拉克的空军呢，所能期待的只是飞机和飞行员以英勇牺牲为终点。但是如果挨过了这场战争，则他的飞机在与邻国的潜在冲突中呢，仍然是具有价值的。米格25可能已经老旧，但它仍然能够击败中东许多空军中装备的第3代战斗机。苏25也许不能够轰炸接近的美国军队，但它绝对可以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武装进行使用，因为那儿正在进行持续的内战嘛。虽然与西方飞机相比俄罗斯制造的飞机价格便宜，但他们仍然是需要花费数百万美元来采购的，而这是伊拉克在面临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下无法承担的开支了。因此，伊拉克做了唯一他能够做的事情，把飞机埋在沙漠里面藏起来，希望在联军离开之后呢，能够找回这些米格和苏伊货飞机，并重建自己的空军。然而这一次情况就不同了联军推翻了伊拉克政府。当伊拉克空军重建时呢，他装备了美国多余的飞机了，就不需要再回收那些老旧的俄罗斯飞机了。那些已经埋了下去的飞机该怎么办呢？既然都用不着了，就哪儿埋着待哪儿呗，就当是留给未来考古学家的礼物吧。在刚刚过去的5月，搭载神舟16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16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3名航天员呢顺利进入太空。这是神舟系列飞船的第16次任务，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11次载人飞行任务，更是中国空间站运营阶段的首次飞行任务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的神舟16号成功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与神舟15号完成在轨轮换任务。2个乘组在空间站内进行了交接仪式，移交了空间站的钥匙。就这样，中国空间站正式开启了应用与发展阶段的新任务。那既然是新任务，它跟以前都有哪些不同呢？首先是神舟飞船的神舟16号是第2批次并行批产的6艘飞船的首船，它进行了2方面的重大升级：一是使用中国国产元器件代替进口元器件，更换核心元器件，提升飞船的自主可控能力；二是改进了返回舱内的传统的苏联式的仪表面板布局，引入科技与人性化的设计，让航天员操作起来会更加的直观、方便和快捷。其次呢是空间站上面的，在接下来的应用与发展阶段中国空间站将开展更多的空间科学研究与应用，还将与联合国外空司合作执行9个国际合作项目，为全球科技进步和人类福祉呢贡献中国力量。同时空间站上长期有人驻留也会成为常态，以更充分的时间和状态完成各种任务和活动，比如开展在轨健康防护和训练演练等等。所以作为世界上唯2的空间站呢，中国空间站必将在未来承担起更多探索科技前沿的任务。
当然，它也是一个跳板啊，让我们跳入更远的宇宙空间的跳板了。比如登月，作为一个航天大国，我们当然也有着自己的载人登月计划啦。而且就在近期，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的任务已经启动实施了，目标直指2030年之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开展月球科学考察以及相关的技术试验，突破掌握载人地月往返、月面短期驻留、人机联合探测等关键技术，完成登巡采研回多重任务，形成独立自主的载人月球探测能力，推动载人航天技术由近地走向深空的跨越式发展。是不是听起来就相当的激动啊？但是激动之余呢，我们不免也会产生疑虑了。太空探索那是烧钱没上限的一件事情啊，这么烧钱它值吗？它究竟能烧出啥对咱老百姓有好处的东西呢？好东西可是相当多啊！因为所有的科学技术呢，都不是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它们会相互支持、相互哺育。不明觉厉的航天科技也同样会回到地面上，融入土地，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质的变化。你看，这些年来我们迅速发展起来的5G 通信、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和新能源等等等等，哪一个不是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息息相关呢？5G 通信技术的推出将数据传输的速度和网络容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也带来了便利的智能服务。生物科技的突破在农业、医疗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改善了农作物的抗病性和产量，为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撑，还为医疗技术的进步呢提供了新手段，为疾病的早期筛查和个体化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手段。还有新能源和新材料他们为未来创造了无数种的可能性而不知不觉间他们已经在世界的舞台上绽放出了夺目光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5G 市场和最重要的5G 推动者之一。我们在5G 标准的制定、技术研发、网络建设、终端设备、应用创新等等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我们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5G 网络，覆盖了所有的地级市，拥有全球最多的5G 基站和5G 用户我们还在积极的探索5G 在各个行业和领域的应用，如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远程医疗、自动驾驶等等等等。在人工智能方面，我们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和最活跃的创新中心之一了。我们拥有全球最多的 AI 企业、AI 专利和 AI 论文。我们在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等领域都有突出的表现。我们还在不断的推进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比如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医疗机器人、教育机器人等等等等。我们的机器人产业规模也已经位居全球第一，机器人密度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为国家的制造业升级和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在生物科技方面呢，我们是全球最重要的创新源泉之一了。我们在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能源、生物环境等等领域都有重大的突破和贡献我们还在不断加强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如 CRISPR-Cas9 系统、基因治疗、基因检测等等。其实从专业论文数量上就能够一窥究竟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基因编辑论文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全球基因编辑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了。来到新能源，咱们就更是当仁不让了。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身边的风力电机是越来越多了呢？对的因为目前咱们的风力电机的装机容量稳居世界第一，全球将近一半的海上风机呢都是由我们来运营的。不仅是风能在太阳能、核能、氢能等等领域，我们都有显著的优势和影响力。比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国，2022年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8741万千瓦，累计装机3.93亿千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35%。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产品生产和出口国。2022年光伏组件产量达到了1.5亿千瓦，出口量达到了1.2亿千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我们还在推动太阳能制砂、农业加光伏、可再生能源制氢等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为全球减排和绿色发展做出贡献。而核能呢？光2022年咱们的核电新增装机就达到了4.8万千瓦，累计装机5.4万千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2%。与此同时我们也是全球最大的核电技术输出国，已经与巴基斯坦、阿根廷、罗马尼亚等等多个国家呢签订了核电合作项目。我们还在积极推进先进核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如高温气冷堆、快中子堆、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等等，甚至在可控核聚变方面也并没有落下脚步。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牛然而，这一切的背后并非轻而易举，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可谓是举步维艰我随便给你举几个例子
首先呢，科技发展是需要巨大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呢，本来就不是那么的富裕，还要掏钱来支持科技研发和创新，这得要多大的决心才行啊！此外，技术方面需求的缺口也很巨大，尤其是在一些前沿领域，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等等，光补起来就很难了，还要实现由负转正的超越，这是一般人干的事儿？其次，更大的挑战来自于西方啊，西方国家的打压。他们采取了多种手段，试图限制中国的科技发展，以此来维持自己技术的领先地位了。比如对中国科技企业实施的一系列的制裁措施，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对华为的制裁了。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限制美国公司向华为提供关键技术和零部件，这对华为的全球供应链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限制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业务扩展和技术创新啊。而在航空航天领域呢，美国更是长期对我国实施封锁，禁止我国参与到国际空间站的项目，禁止美国航天局与我国合作，禁止向我国出口航天相关的产品和技术。这还不够啊，他们还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进行技术封锁。美国政府限制出口一些关键技术和设备到中国，尤其是在半导体和芯片制造等等领域，这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和高科技制造业造成了困扰，迫使中国加大自主创新的力度，提高自己的芯片制造能力嘛。除了美国，欧洲国家也对中国的科技发展采取了一些限制的措施啊，比如英国政府就决定禁止华为参与其 5G 网络的建设，这对华为在英国市场的业务就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其他欧洲国家也加强了对中国科技企业的监管和审查，提高了准入门槛和技术标准，限制了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市场竞争力。你看看是不是各种花活一大堆啊？但他们得逞了吗？没有嘛，原因很简单啊，咱们延续了数千年的东方智慧，其实你围追堵截就能够干得掉的。中国人自古就懂得啊，万事不求人，靠自己才是真靠谱啊。通过自主创新、加强国内研发与合作、推动自主产业链发展等等方式，我们克服了外部的阻力，依然取得了显著的科技进步。首先，为了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中国政府提供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从顶层开始激励创新，这促使中国企业放开手脚，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科研人才，推动了科技创新的发展。其次啊，政府大力支持科研机构和高校开展科技研究，并鼓励各方面加强合作，共享资源和知识。我们由此建立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机构和实验室，吸引了许多国内外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的加入。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与其他国家分享经验，开展联合研究，推动科技创新的全球合作。此外，我们也在推动自主产业链的发展，减少对外部技术和零部件的依赖，构建更完整的产业链，从而能够更好地应对外部打压，提高科技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当然，有了这些硬实力之后呢，配套的软实力也不能落下啊！我们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和法律制度的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加强执法力度，保护企业和个人的创新成果。这不仅增强了国内外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也为科技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更加稳定和可靠的环境吧。另外，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我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既然你打压我，那就别怪我反制你喽。我们当然也会对一些西方科技企业进行反制嘛，限制其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并加强了对国内科技企业的支持和扶持的政策，鼓励其在关键领域进行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啊，在面对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和限制出口时呢，中国通过自主研发和合作创新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者之一，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人工智能企业。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也为全球提供了更多的合作和交流的机会嘛。所以啊，机会真不是别人给的，而是我们自己争取的。我们正是用自己的不懈努力来为自己争取了一个科技创新的黄金时代。未来，在可控核聚变、清洁能源和深空探索等等领域，我们可以期待有着更多中国实力的加入。我们作为普通人呢，可以做的就是进一步关注我们的科技发展，也参与到科技创新中来。我们可以通过关注科技新闻，参与科技活动和支持科技教育，积极推动科技发展。同时，在未来的科技发展中呢，我们应当保持开放的思维，鼓励跨学科合作和国际交流。只有在全球范围内共同推动科技创新，才能够解决全球性的挑战和问题嘛。科技发展将为人类带来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积极地参与其中，共同创造人类文明的新篇章。这是我的徕卡 M3，最经典的胶卷旁轴相机，没有之一。
它的快门速度呢，可以从最慢1秒来到最快的1000分之1秒，也就是1毫秒。那么问题就来了，你能够仅仅通过肉眼就能判断出我的这台徕卡的1000分之1秒快门准不准吗？算了啊，1000分之1秒呢有点太难为你了。那慢一点，500分之1秒呢，能看得出来吗？再慢一点，250分之1秒，应该也是看不出来的吧。但是我告诉你，当年徕卡的工程师还有经过徕卡培训的维修技师就能，厉不厉害啊？想学吗？正好我手边呢有一册原版的徕卡 M3服务手册，今天我就教你了。好，在正式开学之前呢，我们先来大致了解一下 M3以及类似的焦平面快门是怎么工作的。其实相当简单，它主要是由2片快门帘组成，前帘和后帘。它们会依次通过镜头和感光材料之间起到使快门开合的功能。前帘过去，原本关闭的快门被打开了；接着后帘过去，将打开的快门关闭。而快门的速度呢，就是由2个帘之间运动的间隔时间所决定的。假如前帘过去等了好一会儿，后帘才过去的话，那快门速度就会很慢；而假如前帘刚过去，后帘马上就追过去了，则快门速度呢就会很快。于是，在500分之1或者1000分之1快门速度的情况下，你就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前后帘之间追得特别的紧，中间只留了一道缝，从而让进入胶卷的光线十分有限，实现了极短曝光的目的。好，讲到这儿，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确定快门速度是否准确的逻辑是什么了？就是看看这道缝的宽窄是否和标准值一致嘛。比方说250分之1秒的缝肯定要更宽，而1000分之1秒的缝必定会很窄才对。但窄要窄到多少呢？窄过了，快门速度肯定就高了嘛。而不够窄呢，就说明快门速度偏慢了嘛。肉眼想要看清楚它呢，几乎没有什么可能性啊。那么就让光来帮忙吧。早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在还没有任何精确的电子计时工具存在的时候呢，徕卡工程师们就发明了一个模拟装置，来将相机快门的速度精确的调整到1毫秒。它就是这个玩意儿了，一个机械的频散仪。在其内部呢，有一个以每分钟280圈转速恒定旋转的带槽圆鼓，圆鼓的中央有一个光源，于是光线就会从圆鼓的镂空槽中射出来，形成一条条在我们的眼前闪烁的光带啦。此时，如果将徕卡相机的快门放在光带前面，并释放快门按钮，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们会看到如图所示的黑白相间的弯曲的条纹。从白色条纹的宽窄程度上，我们就能够判断出快门速度是否准确了。为什么呀？因为它巧妙地利用了人眼的视觉暂留现象嘛。从上往下运动的光带穿过一个从左往右移动的窄缝，它本来应该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光斑的斜向移动，但是由于我们的大脑会暂时保留此前大约0.1秒进入到视线的画面，它就自动地将这个移动的光斑连起来了，变成了一条亮线。而亮线的宽度呢，正好就反映出来了快门前后帘之间打开的程度，非常巧妙，有没有？以最简单、最原始也最直观的方式，将1毫秒展现在了你的眼前。所以说嘛，徕卡相机，真的是值得拥有啊，尤其是胶卷机啦。最后我要再补充一点，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黑白相间的光带是个曲线而不是直线呢？如果下移的光线和左移的窄缝都是匀速的话，它们所叠加出来的应该是条斜着的直线才对嘛。曲线就说明这2个运动里面呢，至少有一个不是匀速的。是的，快门做不到嘛，因为靠弹簧运行的它是没法不加减速的这又是一个跟数字世界区别很大的地方了。恰好这也是我很欣赏它的一个地方。这是一瓶经典的快乐水，可口可乐，谁不爱喝呢？但是如果它不是这样的深褐色，而是透明色的话，你还会喜欢它吗？我会纠结一下毕竟色香味美，色排在了第一位嘛。但其实呢，可乐不止一次推出过透明版本的第一次是在2战之后，随着美国大兵漂洋过海的可乐呢，同样也俘获了苏联人的心。但是这可是美帝的糖衣炮弹再怎么爱喝你也得给我戒了。不过有一个人就是戒不掉朱可夫将军，他实在是太爱喝这款深褐色的肥仔水了。于是为了掩人耳目，让别人看不出他喝的是可乐呢，欧洲的可口可乐公司就专门为他研发出了一款无色可乐，被装到印有红色五角星图案的瓶子里面，伪装成普通的伏特加。所以透明可乐的身世还挺高端的我决定试喝一下。那你肯定会说现在买不到了。
对的，那就自己生产呗，我这儿有方子。在这本美味的化学书中呢，就提供了详细的材料和步骤说明。咱们先将一些牛奶倒进可乐，搅拌均匀，然后等待1个小时。在这1个小时里面呢，每隔15分钟左右就搅拌一次可乐牛奶的混合物，最后使用咖啡滤纸过滤干净，你就得到了一杯失去了颜色的可乐啦。咱来尝尝啊。你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呢？好吧，其实呢，我是来卖书的啊。这套美味的科学系列一共有4本，分别是美味的生物、美味的化学、美味的数学和美味的物理。将书本上的数理化通美食结合起来，我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啊，很新颖也很吸引人。书中提供了大量有趣的插图和知识点，当然还有很多可以亲手尝试的小实验。学渣要是看了它，学霸你可就得要小心了啊！而学霸要是看了它，原来学习不仅有趣，还能够这么美味呢！推荐给大家。看到苍蝇你会怎么做呢？要么离它远远的，要么就赶紧找个苍蝇拍来消灭它吧。但你可能想不到，令人讨厌的苍蝇呢，竟然还为我国伟大的航天事业做出过一份力量呢。苍蝇没有鼻子，但是它的嗅觉却十分的灵敏，甚至数公里以外的气味它都能够闻得到。那它是靠什么来分辨气味的呢？我们经常看到苍蝇飞着飞着就赶紧停下来搓搓手。它喜欢搓手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苍蝇腿上分布着味觉和触觉感受器了。苍蝇还有一个更灵敏的鼻子那就是位于头部的一对触角。每一个触角呢，都有一个与外界连通的鼻孔，鼻孔里面遍布着上百个嗅觉神经细胞。一旦气味进入到苍蝇的触角呢，触角里面的这些细胞就会迅速把气味转变成神经电脉冲，送往苍蝇的大脑。不同的气味物质会产生不同的神经电脉冲，这些信号就会告诉苍蝇，这个气味是臭的，那个气味是香的。苍蝇就可以靠头部的一对触角灵敏地捕捉分辨气味了。在人类的科研工作当中呢，也需要对空气进行分析了。但怎么给机器装上鼻子呢？仿生学家就在苍蝇身上找到了答案。苍蝇能够通过一对触角来辨别气味，我们也可以模仿苍蝇给机器装上一个电子鼻子嘛。于是科学家就开始研发小型的气体分析仪了。他们在气体分析仪的探头部位放入一只活的苍蝇，把非常纤细的微电极呢插到苍蝇触角里面的嗅觉神经上，再将嗅觉神经转化出来的神经电脉冲经过放大传输到数据分析器，分析器就能够对气味进行辨别了。这个气味分析仪呢可以用于气体监测，一旦被监测的气体出现，分析仪就会迅速识别并发出警报。研发成功的气体分析仪应用非常广泛对于空气质量要求极高的载人飞船也是安装了这种气体分析仪器的，用来检测船舱内的气体成分。除了航天飞船，这种小型的气体分析仪器也被广泛的使用于监测潜水艇和矿井里面的有害气体。想不到吧？苍蝇头上的小小触角呢，竟然还对人类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呢。除了仿生苍蝇的鼻子，苍蝇的棘翅还是一个天然的导航仪人们模仿它制成了振动陀螺仪。振动陀螺仪是一个新型的导航仪，在飞机、导弹、火箭等高速飞行器的导航系统里面，测量飞行姿态的核心元件就是陀螺仪了。在黑暗或者是视线不好的环境里面呢，飞行员是很难辨别方向的，这是航空科研领域必须要攻克的一个难题了。昆虫学家通过对苍蝇的研究发现苍蝇的后翅退化成了一对哑铃状的平衡棒，叫做棘翅。苍蝇飞行时呢，棘翅通过一定频率的振动来调节翅膀的运动方向，保持身体的平衡。一旦苍蝇偏航了，棘翅就会把这个信号通过感受器的神经传送到脑部，大脑接收到信号之后呢，就会指挥身体组织立刻纠正偏离的航向。科学家受到苍蝇棘翅的启发成功的研制出了一种音叉式的振动陀螺仪，把它安装在航天器上，飞船、火箭就可以自动纠正偏离的航向，保持正确的轨道运行了。微缩的振动陀螺仪与我们的生活就更加息息相关了。你此刻是不是正在用手机看这条视频呢？那你可能也会用手机刷到过能够感觉到方向的视频吧？手机向左偏呢，视频画面就会跟着向左偏，画面能够感知方向。手机每天根据你的运动步数进行运动排名，还有手机摇一摇功能，这些都是手机植入振动陀螺仪的强大功能。别以为苍蝇的本领就这些它的眼睛也是身体里面的高精尖组织了。苍蝇的复眼呢，由许多独立的小眼睛组成，每一个小眼睛都具有一个独立的光学系统。
这种复眼结构使得苍蝇对于快速移动的物体有着很好的追踪能力，千万不要小看它啊！它们可厉害着呢，日光灯每秒闪烁60次呢，我们人类的眼睛就根本无法察觉出来了，但苍蝇却能够一字不落地看出来。美国科学家就根据苍蝇复眼的原理发明了鹰眼航空照相机，这种照相机啊，一次能够拍摄1000多张高清晰的照片。天文领域也有一种叫做鹰眼的光学仪器，这是一种在黑暗的夜晚也能够探测到空气触射光线的仪器。这种仪器的多镜面光学系统正是根据苍蝇复眼的结构来设计出的。所以，小小的苍蝇原来是一个集物理学家、生物学家于一身的大科学家。怎么样？你是不是觉得从前认识的苍蝇是一只假苍蝇啊？不过下次看到苍蝇呢，可也不要因为这个原因就心慈手软哦。苍蝇拍还是要快速拍下去的，因为无论怎么样呢，苍蝇都是传播细菌病毒的害虫啦。这个世界上翻车翻得最狠的实验呢，大概就要数这个了啊！瑞典国王古斯塔夫3世的咖啡试验。18世纪的瑞典，咖啡和茶已经相当流行了，甚至已经流行到了让政府觉得十分过分的程度。于是呢，他们也就颁布了一个更加过分的法令啊，对茶和咖啡征收极重的消费税。而你要是敢拒不缴纳呢，那我就把你的咖啡杯和咖啡碟给没收了。它是一点武德都不讲的啊！可即便如此呢，也无法阻断大家对于这两种饮料的热情。明面上喝不了，那咱就转到地下去喝呗。好，就在这个节点上，古斯塔夫3世上台了。他换了一个策略啊，既然来硬的不行，那我就给你们来软的呗。我要用科学的方法证明给你们看，咖啡和茶简直就跟毒药没有两样。于是啊，他就找来了2个既倒霉也幸运的死囚犯，就在他们即将被推上绞刑架的前一秒，深深地将他们给拉了下来，指着他们的鼻子说：“嘿嘿，别以为死就完事儿了啊！本王这次给你们准备了比死更加残酷的惩罚，那就是你们2个从今天开始，每人每天必须要喝上3壶茶或者是3壶咖啡。公平起见啊，那就 A 一直喝咖啡 ，B 一直喝茶吧，看哪个更毒一点。”为了确保试验的顺利进行呢，古斯塔夫3世还请了几个医生，每天观察这2个人的身体状况，并向他亲自报告。总之啊，他信心满满，觉得此科学的方法一定具有莫大的说服力。的确是很有说服力啊，但是是反过来的。喝茶的家伙呢，一直喝到了83岁的时候才死掉；而喝咖啡的家伙呢，一直喝到了把所有参与该实验的人都熬死了，自己还活得好好的。哎呀，也不知道终于获得了解脱的他是该高兴还是悲伤呢？毕竟往后余生就没有免费的咖啡可以喝了呀。好，最讽刺的来了啊！国王自己是最早被淘汰的选手之一了。在1792年，他46岁的时候呢就被暗杀了，因此遗憾地错过了试验的最终验收啊。